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让许多在美国工作的华人，尤其是准备回国养老的人最纠结的问题：你这些年辛辛苦苦缴的社安金，将来到底能不能在中国领？手上有绿卡，是不是从此就不用担心？如果你只有工卡，还没拿绿卡，又是否有资格领？你可能听过不少说法，有人说没有凑满40个积分，连退休金的大门都进不去；也有人说回中国养老，每隔6个月就必须回一次美国，不然社安金会被停发。听起来都挺吓人的，但究竟哪些是真的？实情比你想象的更细节、更复杂，但同时也比你以为的更合理、更清楚。一些你以为一定要满足的条件，其实完全不是门槛，反而有些你觉得可有可无、不用申报的小规定，可能会让你未来的福利直接被扣减。在今天这期影片里，我会带你从头理解整个美国社会保障与退休福利体系，从最基本的退休金到残疾福利、遗属福利 SSI， 再到不同身份、绿卡、工卡、公民在领取资格上的差异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告诉你退休金能不能被继承，回中国养老要特别注意哪些细节，以及你一定要搞清楚的税务规则与 Medicare 条件。其实，美国的退休金制度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，它核心就只有2件事，只要你把这2个观念弄懂，后面那些看起来让人困惑的规则自然就能串起来。第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退休金，也就是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，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工作期间缴的社安税，政府未来返还给你的那笔退休收入。想拿到这笔钱，最基本的门槛就是累积40个点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工作满10年。很多人以为这40点得1年到头拼命钱才拿得到，其实不然。2025年的标准是，只要1个季度的收入超过$1810，那1季就算1点，4季都达标就是1年4点，10年累积起来就达到40点。更重要的是，点数不看你赚多少，只看有没有达到最低收入门槛。所以，就算你做兼职、短工，收入不高，只要过线一样算点。点数有了，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领。美国整套系统设计了3个时间点，62岁可以提前领，但金额会被打折。67岁是你的全额退休年龄，不加不减。如果你愿意等到70岁再开始领，那每个月能收到的钱会是最高的，等于你让这笔钱多滚几年利息。一般人讲到这里就会问，那我如果凑不到40点，是不是就只能前瞪眼？这也正好引出第2个核心观念，配偶福利。很多人误以为退休金就是个人的账户，你自己没有点数就没办法领。但美国的制度其实比你想象的友好很多，只要你的配偶有足够的工作记录，你达到退休年龄后就能申请配偶福利，最高可以拿到你配偶全额退休金的1半。换句话说，就算你1点都没有，你也能靠婚姻记录领到钱。这个规则不只适用于已婚者，就连合法结婚超过10年的离婚配偶也符合资格。把这2个概念搞懂，你基本上就掌握了美国退休金的核心逻辑。它不是有点才有钱，没点就没戏那么简单，而是更偏向一种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障。理解了这一层，你也就更容易明白为什么后面还会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安福利存在。很多人以为社安金就是等老了之后拿的退休金，但其实美国的社安系统本质上是一套社会保险，它涵盖的东西远比你想象的多。除了退休金之外，它还有3项非常关键但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福利：残障金、遗属金以及 SSI 补助。先讲残障金，这部分的重要性常被低估，但现实是意外和疾病不会挑年龄，不看职业。就算你才30-40岁，一旦身心状况让你不能从事实质有薪水的工作，你就可能符合资格，甚至不需要凑满10年的工作点数。这笔钱并不是奖励你变老，而是在你真的没办法工作的时候替你兜底，避免你直接掉到生活谷底。很多人还以为残障金是短期的，但其实只要通过审核，身体状况没有好转，金额可以发很多年。有些人甚至一路领到退休年龄，然后直接把残障金转成退休金。再来是遗属金，这是很多家庭能撑住生活的重要来源。
因为它处理的是一个最沉重但最现实的问题。如果家里那个缴社安税最多、收入最高的人走了，剩下的人怎么办？只要亡者有足够工作记录，他的家人就能申请遗属福利。这里的家人范围比你想象的大，包括配偶、合法结婚超过10年的离婚配偶、未成年子女、因残疾无法自理的成年子女，甚至某些情况下依赖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父母也符合资格。遗属金不是继承，而是一种收入替代，避免家庭突然失去主要支柱后立刻陷入困境。第三种 SSI 补助则完全不同，它不看你有没有工作，不看你有没有点数，核心只有2个条件：收入低以及你是65岁以上、盲人或残障人士。符合这些条件，它就是一笔最低生活保障。你要特别记住的是 ，SSI 几乎不能在美国境外领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自己完全没有保障，但实际上他们符合的是 SSI 的规则，只是这笔钱主要针对住在美国境内的弱势群体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能感觉到社安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账户，而是一整套针对人生各种风险的保护网。你年轻时觉得完全用不到的残障金，有时候会在关键时刻救命。你以为点数不足没资格领退休金，最后却靠配偶福利也能领到，甚至当家人过世后，你才发现自己能申请遗属金。这整套系统的设计就是希望从你年纪大了，你生病了，你没办法工作，甚至你的家庭遭遇重大变故时，都有不同的支撑机制可以接住你。接下来就要讲大家最容易搞错也最常被问到的问题：如果我拿着绿卡回中国养老，是不是一定要每6个月回美国一次？是不是一旦超过半年不回来，我的退休金就会被切掉？这个误会存在了10几20年，因为大家把2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社安局和移民局混在一起，结果搞得自己压力很大，甚至有人为了怕退休金断掉，每年频繁飞来飞去，最后发现机票钱比他能领的退休金还要高。今天我就把这整个逻辑一次讲清楚，先把最关键的一句话放在最前面：你能不能领美国退休金，其实跟你人是不是待在美国境内关系非常小。真正决定一个人能不能领钱的是你的工作记录、你累积的点数以及你的身份类型，不是你1年回美国几次。所以很多人紧张的半年规则根本不是社安局的规定，而是移民局用来判断你有没有放弃美国居住意图的参考而已。但这个规则跟你能不能领退休金完全没有任何关联，这2件事一定要分开理解，逻辑才会清楚。先讲最简单的，美国公民。公民完全不用担心你住哪儿，政府根本不管。你想住中国、台湾、日本、新加坡，甚至搬去乡下种田都没问题，退休金照样每月发。唯一例外只有极少数被美国制裁的国家，像古巴、北韩这类社安局无法汇款的地方，其他国家都完全 OK。所以如果你是美国公民，到中国养老、回台湾生活都不会影响退休金，这是社安局清清楚楚写死的规定，不是传言。但多数华人不是公民，而是绿卡持有者。绿卡就比较复杂，因为涉及2个不同的政府系统，一个是负责发钱的社会安全局，一个是负责审你的身份，判断你是不是还住在美国的移民局。很多人把移民局的规则当成社安局的规则，才会以为离境超过6个月，退休金会没了。其实社安局根本不管你离境多久，他只看你是否符合领钱的条件。你有没有通过海关？你在美国是不是住半年以上？跟社安金完全没有半毛钱关系。那绿卡到底要不要每6个月回美国？从移民局角度来说，确实有个半年以上可能被问，超过1年可能被认定放弃绿卡的逻辑，但那是移民法在判断你是否还把美国当永久居住地。这套逻辑只会影响你的绿卡会不会被收回，不会影响退休金资格。而更让人意外的是，社安局其实有一个专门解决这种情况的例外条款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是绿卡，就算你长期住在国外，只要你是特定国家的公民，退休金还是会照发，不需要半年飞一次美国报到。而官方豁免名单里清清楚楚列着中国跟台湾都在其中。没错，就是写在官方文件里的。只要你是中国公民或台湾地区的公民，就算只有绿卡，长期住在中国或台湾，
社安局也不会因为你离境太久就停发退休金。但这里一定要特别强调，社安局会照发退休金没错，但移民局仍然有可能因为你长期在国外而判定你放弃永久居住意图，把绿卡撤销。换句话说，退休金发不停，但绿卡可能不见。听起来冲突，其实完全合理，因为两个局根本是不同系统，一个负责给钱，一个负责审身份，各做各的，不互相干涉。很多人以前不敢出国太久，其实怕的不是退休金停发，是怕绿卡入境时被撤销。那如果绿卡真的被撤销了，退休金会不会一起没了？答案还是不会。即使你最后变成非居民，只要你当初在美国合法工作过，缴过社安税，累积到足够点数，你依旧有资格领退休金。身份变了，社安金权益不会变。讲完绿卡，我们来讲另一个最常被误解的问题：只有工卡，没有绿卡，到底能不能领退休金？这真的是每个月都有人问，而且答案几乎都让人吓一跳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弄错。很多人以为只有公民或绿卡才能领退休金，其实完全相反。整个社安制度最核心的逻辑只有3件事：你有没有合法工作，你有没有缴社安税，你有没有累积足够点数，身份反而不是优先要素。所以结论非常简单，只要你在美国合法工作，缴社安税，累积到40点，即使你没有绿卡，没有公民身份，甚至离开了美国，你一样能领退休金。没有任何规定说一定要是公民或绿卡。公卡持有者，不管是 H1B、H4、EAD、OPT、配偶工作授权等等，在累积点数时，跟公民、跟绿卡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只要合法受雇，雇主就会依法扣社安税和 Medicare tax。你每赚到一定金额，点数就自然累积。系统不会问你是不是公民，有没有绿卡，是不是要移民，都不重要。它只管你有没有合法工作，有没有缴税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很多在美国工作过几年、10几年的华人，即使最后没有走绿卡流程，回国发展或去其他国家，但那段时间缴的税、累的点数早就牢牢记录在你的社安账户里。只要满62岁，有40点，你就能领退休金，不需要绿卡，不需要公民。那没有绿卡，没有公民，退休后人在中国，能不能在中国领？答案还是可以，因为中国本来就在社安局允许汇款的名单里，你人在中国，钱照样每月打给你，连银行账户都不一定要是美国的，只要你的中国银行有 SWIFT code 就能收款，或是直接申请社安局提供的 Direct Deposit Card， 一张卡全球通用。很多人之所以一直以为没绿卡就领不到退休金，往往不是因为真正查过资料，而是听了朋友一句我听说不行，就直接把自己划入毫无资格的那一类。但事实上，美国的制度设计非常简单，也非常直接。你工作，你纳税，你为这个系统做贡献，那么未来你就享有相应保障，和你后来有没有留下来，有没有变成公民，甚至有没有维持美国身份，都不是核心因素。有人担心，如果自己将来连任何美国身份都没有，会不会影响领退休金？答案还是一样，不会。即使你未来是非居民，甚至只是过去短暂持工卡在美国工作过，只要那段时间你的缴税记录是真的，点数是真的，你资格就成立，退休金一样照发。不过这里必须点破一个关键细节，身份不会影响你能不能领，但会影响你被扣多少税。如果你将来不是美国税务居民，你的退休金会被预扣30%所得税。这部分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专门讲。现在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：身份不决定资格，但会决定税率。还有一个大家常常误会的点，不是只有绿卡被取消的人才叫非居民。你如果从头到尾就只有公卡，那你一直以来就是非税务居民，所以你并不是变成被扣30%，而是系统一直把你当成非居民来处理，只是大家过去没意识到而已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损失，只是规则如此，与资格无关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看出，美国的退休金本质上不是身份福利，而是劳动保险。你只要在这里劳动、纳税，系统就记录你的贡献，将来就提供保障。系统对你是不是美国人并不感兴趣。但接下来这部分，我必须帮你敲个小警钟。太多人只盯着能不能领退休金，
却完全忽略了一个对许多人影响更大也更麻烦的问题：你的绿卡能不能维持得住？不要把能不能领退休金跟绿卡是否安全混为一谈，它们是彻底不相关的两套体系。一个负责发钱 SSA，一个负责判断你是否仍然符合永久居民资格移民局海关。两边互不对接，互不共享资料，也互不关心彼此的标准。所以你会看到一种让人困惑，但实际非常常见的情况：涉安局每个月准时把钱汇给你，可当你回美国入境时，海关却说你长期没在美国生活，认定你放弃永久居住意图，当场撤销绿卡。这听起来矛盾吗？一点也不。因为发钱的是 SSA， 他们只看你的缴税记录；判断身份的是 CBP， 他们只看你是不是还常驻美国。两个系统完全不互相确认，所以会出现退休金照发、绿卡没了的情况，而且越来越多。那如果绿卡真的被取消，退休金是不是也完蛋？答案依旧是否定的。你只要点数已经累积齐，条件已经满足，涉安局就会继续把钱打给你。你的身份变成非居民，只是让你回到和一般公卡持有人一样的税务模式，资格不会消失。说完资格，我们来讲钱怎么收。方式比你想象的多，也比多数人想的要灵活得多。最常见的是直接打进你的美国银行账户，人在哪儿都无所谓，只要账户有效，钱每个月都会自动入账。第二种是很多回中国养老的人会选择的，直接打进中国的银行账户，只要银行能收 SWIFT 的国际汇款，涉安局就能汇过去，不需要你特地维持美国账户。还有另一种更省事儿的方式，官方提供的 Direct Deposit Card， 你甚至不需要任何银行账户，这张卡每个月会自动收到退休金，能刷卡，能取现，非常适合没有美国银行账户，也不想为收钱折腾的人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常被忽略但非常关键的部分：涉安退休金到底要不要缴税？怎么缴税？很多人以为退休金等于免税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发钱的逻辑简单，但税务完全是另一套系统。先说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人，对这两类身份来说，你的退休金要不要算税，不看你是不是公民，也不看你是不是退休人士，而是看你的总收入 Modified AGI。你可以把它当成所有收入的合计，包括工资、利息、投资、租金，有时甚至包括海外收入。IRS 会根据这个数字决定你退休金里有多少比例要纳税，一般是50%或85%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一年领2万退休金，IRS 可能把1万50%或17000 85%算进应税收入，再按你的税率计算税额。所以不是扣你50%或85%的税，而是把那部分收入加进报税体系，按税率算。公民和绿卡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，美国实行全球征税，只要你还是美国税务居民，你人在国外生活，收入来源在哪都不重要，退休金依然会进入你的美国报税系统，不是自动免税，而是依照 IRS 公式计算。而如果你不是美国税务居民，例如你没有绿卡，绿卡被取消，或你本来就是 H1B、F1、J1 这类临时身份，那你领退休金的税务规则就简单粗暴得多，统一预扣30%，什么 AGI、什么收入组合、什么家庭状况，统统不看，就是统一扣30%。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重要点：税务协定 Treaty。如果你的居住国与美国有税务协议，涉安局的预扣税率可能比30%更低，有些国家甚至是0%，有些从30%降到15%，有些则没有协定，那你就只能按30%来。这个不是你和 IRS 讲道理能改的，全看国家之间的协议。看到这里，你应该明白，你人在海外养老，税要扣多少，很大程度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你的国家替你决定的。美国的税务体系远比能不能领退休金复杂多了。公民与绿卡按收入公式算，非居民则统一扣30%，只有税务协定能改变扣税比例。讲到这里，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件，很多人完全没意识到，却会直接影响你能不能持续领涉安金的关键事。你开始领钱之后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很多人就是忽略这一点。
结果不是被停发，就是被要求退回多年款项，甚至被罚。社安局不是故意找麻烦，而是他必须确保你目前的状况仍然符合规定，所以通报是必要程序。像是你搬家，不管是换了美国境内的地址，还是你搬回中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，只要收件地址变了，就一定要报。这不只是寄信问题，而是要确认你现在是住在美国还是海外，因为海外居住时间可能会影响你是否能继续领钱，以及是否需要重新审核身份。再来，如果你人在美国境外工作，也必须通报。很多人提前在62岁领金，但本人还在上班。一旦你在海外工作，社安局可能会重新评估你的资格，尤其你还没到完全退休年龄时，你的收入是会影响当年的领取金额的。另一个容易踩雷的情况是残疾状况改善。如果你领的是残障福利，不管身体或精神状况，只要好到可以重返工作，就必须主动讲，不然被查到会面临退钱、罚款，甚至资格被冻结。婚姻状态的变化也是一样重要，结婚、离婚都要报，因为社安局很大一部分给付是以婚姻状态为基础，比如配偶金、遗属金都完全绑定你的婚姻关系。如果你离婚了却没讲，还在领配偶金，社安局查到绝对不会轻易放过。孩子相关的变化也要注意，像遗属福利，离未满18岁的孩子可以领，但孩子只要成年，不再是全职学生，就必须通报，否则很容易被追回。最容易被忽略，也最容易出大问题的就是有人过世，无论是你的配偶、父母，还是你名下某位受益人，只要有人离世，都要立刻通知社安局，因为很多福利会转成遗属福利。如果你没讲，他们照发给一个已经不在的人，后果就是被认定成不当领取，家属要一次性全额退回。很多移民家庭都在这点吃过亏。还有一项比较少见但很严重的情况，就是如果你被驱逐出境，也必须报，因为这会儿直接影响你能不能继续领某些福利。讲完通报义务，我们来谈另一个跟退休密切相关，但大家常常搞不清楚的制度 Medicare， 也就是红蓝卡。很多人只知道65岁就有医保，但哪些是免费的，哪些要自付，怎么补，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清楚。 Medicare 分成 Part A 和 Part B。Part A 是住院保险，只要你有40个点，也就是合法工作10年，65岁后就会自动生效，而且免费，这等于政府提供的最低住院保障。Part B 则完全不同，它是门诊保险，是自愿加入，而且所有人都要付月费。影片里举例的$185只是基本费用。如果你的收入较高，政府还会加收 IRMAA， 也就是收入整金。收入越高 ，Part B 越贵。问题是很多人觉得贵，就打算先不加，等以后身体需要时再说，结果就掉进最大的坑。65岁当下没加入，也没有雇主保险的人，之后再补办会被终身加价，每迟1年 Part B 的费用就终身贵10%。这不是一次性罚款，是一辈子都要多付。唯一能免罚的情况就是你在65岁当年仍然在工作，而且有雇主提供医疗保险，你退休后会有8个月的特别注册期可以申请 Part B， 这时候家就不会罚。你看，这些制度是互相联动的，你住哪里，你是否结婚，你有没有工作，有没有保险，收入多少，是否加入 Part B， 都会交叉影响你的最终退休保障。说到这个，就不得不回答大家最担心的问题：美国社安金到底会不会破产？很多人听网络上的说法，越听越害怕，好像明天就发不出钱了。确实，社安制度存在很多漏洞，滥领、错误发放、资金压力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。但你说它会突然没钱，10年后完全停发，这几乎不可能。因为社安金不是普通基金，它是由法律强制运作，政府必须拨款维持的制度，它不能停，只能调整。所以专家普遍认为，最糟的状况不是发不出来，而是变少，也就是打折，而不是消失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要很坦白地说，你的退休不能只靠社安金。社安金是底线，但它绝对不是完整的退休计划。你真正能靠的是自己的准备。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多轨并行，例如 IRA， 不管是传统 IRA 或 Roth IRA，
在你工作时就先替未来存一笔，而且能享受税务优惠。也可以考虑年金 annuity， 不管你觉得它复不复杂，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稳定，未来能按月固定领。更重要的是提前准备医疗预算，因为老年真正花钱的大头不是住院，而是长期照护。还有一点必须澄清，社安金不能当做遗产，它不是存款，而是一种保险制度。你过世后不会转成遗产留给孩子，而是依照规则发给符合资格的遗属，例如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或有残疾的成年子女、兄弟姊妹、父母、成年健康子女都是不符合资格的。总结一下，今天讲的内容已经把能不能领、怎么领、在哪里领、身份影响、Medicare 继承问题全部讲清楚。所有资讯加起来，其实只指向一个核心结论：退休不能靠运气，也不能完全靠政府，而是靠你现在做的每一个决定。希望你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，替未来的自己做一些真正能影响人生结局的选择，让你不是把未来交给制度，而是交给自己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你的支持将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好的内容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